朋友們，大家好，我現在東非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一談到非洲啊，很多没有來過非洲的朋友們可能會想到，非洲大陸無非就是一個貧窮、乾旱、戰亂，還有炎熱，對不對？所以非洲人黑呀。但是呢，這種想法是非常錯誤的。對很多國家確實是窮，但是比如說東非這個國家肯尼亞，它沒有我們想象那麼窮。等一下呢，我給大家先看看外面的天際線怎麼樣吧。我現在在10樓上面啊，好，看看這裡呢是東非的首都內羅畢的一個區，看看它的天際線是怎麼樣的。這個區呢華人比較多，我們拉近一點啊，看看這裡有什麼東西。普京賭場。再看看街道，大家可以看啊，這個天際線其實跟國內的3、4線城市天際線差不多。我來到這裡呢，已經有10來天了。在這裡呢，我有個發現，就是這個肯尼亞與我想象的真的不太一樣。比如說，在我們全國各地啊，現在特別這2、3年吧，房地產下行的時候，我以前從來沒想過。非洲在房地產方面也有機會啊！來到這裡之後啊，我現場聽到的、看到的，然後呢，看到到處都是那個施工的地帶，到處都在建那個新的公寓樓。所以呢，我就打聽了一下啊，這裡確實呢是一個投資房地產比較好的時候。因為呢，大家知道吧，肯尼亞它的政治在過去幾十年相對來說穩定。沒有內戰，跟鄰國也沒有很大的那個矛盾，也沒有那個跟鄰國打仗，所以它的政治方面相對來說比較穩定。另外呢，我原來也不知道，就是在東非這個國家肯尼亞，有不少而且越來越多聯合國的一些機構也把它放到這裡來。比如說聯合國呢，在非洲的總部呀也放到這裡，還有比如說世界500強的一些非洲總部也放在這個內羅畢。就是因為呢，它的政治相對穩定，它這地理位置也相當的不錯。為什麼呢？可以說肯尼亞是東非的門戶，因為在它的海邊有一個海港叫蒙巴薩，然後呢，蒙巴薩離內羅畢大概是500多公里。由於中國“一帶一路”修了蒙內鐵路，中國呢還幫助修了這蒙內快速路，所以這交通啊是非常的方便。再加上呢，很多人也不知道，原來我也不知道啊。內羅畢啊，它雖然地處熱帶，一年四季本來就非常熱，对不對？但是在內羅畢呢是個例外，因為它的海拔大概接近1800米，所以全年真的是四季如春，甚至比昆明的氣候還要好。因為昆明的冬天其實還是挺冷的，有的時候可能會到3、4度啊、4、5度，但是呢，在東非這個首都這個內羅畢這裡，全年都是恆溫，幾乎晚上就是15、16度，白天25、26度，非常的舒服。比如說我住這個公寓，連空調都不用，而且我放眼所見啊，幾乎沒有樓有空調的，因為不需要。它白天就是25、26度嘛，晚上15、16度，蓋一個薄薄的被子就可以了，所以真的是非常舒服。我非常非常羨慕這裡的氣候啊。我們來看看我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這裡的民宿吧。我是在網上訂的，在 Booking.com 上面。進來左邊呢是廚房，它是白色設計的這種主調。然後呢，大家看這裡是中文的啊。這是我買的煮鍋，我帶到全世界去，我一般都帶這樣一個煮鍋，非常的方便。這些呢都是房東已經配備的這個廚房，這個冰箱很大，不過呢是韓國的一個品牌，裡面呢還有咖啡機啊、吐司機等等。這裡呢還有個比較大的電視，等一下我們再看啊。好了，我們看呢，右邊是乾濕分離的一個衛生間，我覺得這也不錯。好，進來的這裡的右邊呢是一個小小的梳妝台，也可以做那個寫字台來使用。然後這裡有個小沙發，
這裡剛才說了有個大電視，然後呢，它配備了這個飲用水，我覺得這挺好的啊。在肯尼亞這裡，幾乎好像我住過3、4個，都是配備這種飲用水的，這點非常的周到。好了，這就是一個床了，雙人床。然後呢，這裡有那個衣櫃，這有個很大的洗衣機，這也是韓國的品牌，為什麼用韓國的我不知道。好了，然後外面呢就是我所在的這個地方，它的天際線了，還是不錯的。好了，大家有沒有發現啊？它這種民宿的特別小的這種 studio， 它的設計啊，好像跟國內的那種開發商做出來的幾乎一模一樣，對不对？我進來的時候我就覺得特別熟悉，然後呢，我就打聽了一下，哦，確實啊，是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在肯尼亞做的一個項目之一。他們現在做了第2期、第3期了等等，而且聽說啊，一個比一個更好。你看，像這樣一晚，我現在在網上訂的是人民幣大概是200塊錢左右，也就是接近30美元或者歐元25歐元。我覺得這個性價比還是能夠接受的，你們覺得怎麼樣呢？好了，這是我對這個肯尼亞的10來天走馬觀花的直觀印象。但是今天呢，我想說說另外一件事情。本來前天下午的時候，我就坐了這裡的國際長途大巴，我想從肯尼亞這個內羅畢到隔壁的那個鄰國烏干達的首都堪貝拉。肯尼亞或者非洲啊，大體來說，他們的基礎設施與中國相差非常的遠，也就是說非常落後。叫內羅畢到邊境城市叫波西亞，大概公路的距離是500公里左右，你們知道嗎？像我前天坐的大巴需要多久時間呢？需要14個小時左右。大家沒聽錯啊，500公里14個小時左右，你們就知道了這個它的速度有多慢。為什麼那麼慢呢？就是因為它的基礎設施太爛了，也就是一個方面，公路很爛，有多爛呢？我不說，可能你們不相信啊，就是它很多公路這一段大概有300多公里，它的路上很多的坑啊，坑坑洼洼，有的时候呢，那坑可能有1、2米那麼寬。然後昨天晚上我還看了他們的首都內羅畢，它有些街道，甚至呢在這首都的街道都有那個坑坑洼洼。我還看到有個大概50公分到60公分的，在鬧市區的一個相當於下水道那個蓋，它都沒了。然後呢，有個很大的坑，我覺得非常的危險。像我見到在肯尼亞經常有這樣的坑坑洼洼，就說明它這基礎設施很落後，所以就導致了雖然是500公里，但是呢，它整個行程啊要14個小時左右。我坐這大巴，我想到隔壁的那個烏干達去，下午4點多出發，然後呢，我凌晨大概是3點多4點才到，也就是說，那就花了足足12個小時，真的太長了。然後呢，我回程我花了15個到16個小時，也就是說剛才說的14個小时沒有誇張，對不對？平均出了那個肯尼亞出關了，沒問題。但是昨天我入關這個烏干達就出了很大的問題，這就是我今天要說的主要的話題。在我來東非之前，我在網上在肯尼亞的官網辦理了電子簽證，一口氣辦理了東非3國的通用的電子簽證，是肯尼亞、烏干達以及盧旺達，花了100多美元電子簽證。任何一個人在他的官網辦理的啊，而且沒有任何其他的提示，說只能來肯尼亞或者只能來肯尼亞以及盧旺達這2個國家，不能夠到烏干達，而是他的官網說電子簽證可以通用3國。剛才說了肯尼亞、烏干達以及盧旺達。好了，我就辦理了唄，然後付了款了。
入境這個肯尼亞沒有任何問題。但是昨天，我想入境烏干達的時候，就出了幺蛾子了。那個烏干達的海關人員說：“哦，你這個電子簽證我們不承認。”我當時晴天霹靂，怎麼能不承認呢？我可是在你們肯尼亞官網這辦理的啊！而且既然是三國通用這簽證，那表明之前你們這三個國家肯尼亞、烏干達以及盧旺達這三個國家的政府啊、外交部門肯定達成了一個協議，對不對？否則不會出現這種三國簽證通用這種政策呀，對不對？而且我已經交錢了100多美元啊！昨天到了那個烏干達這個邊境城市波西亞，竟然說不承認，不承認還算了。他說，如果你想進入我們國境，你必須另外花55美元買一個貼紙的簽證。他說我們不承認電子簽證，我們只承認貼紙簽證。你們說，朋友們，你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是不是首先會想到，不對，這一定是刁難中國人，对不對？但是我是持德國護照呀。那麼這不是刁難中國人問題了，這是刁難國際上所有其他外國遊客或者外國人想進入你烏干達，對不對？然後我還想到，不承認這個電子簽證，你要我另外花錢買那個貼紙簽證、紙質簽證，那麼我花這55美元，這錢到底是進入誰的腰包呢？是進入你海關人員的，還是進入你烏干達國庫？反正朋友們，遇到這種情況啊，我是堅決不妥協的。這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即使要我另外花1美元買一個另外的簽證，我也不服氣，因為這是原則問題，這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後來那海關人員見到我非常生氣，我真的生氣了啊，因為我辦理的簽證絕对是從肯尼亞官網辦理的，這是官方簽發的文件，對吧？應該是在你三國都有效呀，可是為什麼你烏干達不承認呢？我問了他們，他們不能給我解釋，只說我們不能承認你的電子簽證。我真的非常生氣，我就告訴他们，直白告訴他們，我說我不同意，我絕对不會另外花55美元另外買一個所謂的貼紙簽證。然後對方，你猜他們怎麼說呢？他們說啊，既然你不承認，那我們也沒辦法，那我們只能拒絕你入境我們烏干達。我心裡想，拒絕就拒絕唄，大不了我不去你烏干達。後來他們真的拒絕我入境了。朋友們啊，我走南闖北，去了世界上50-60個國家和地區，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拒絕我入境，而且是在我有效簽證的情況下。但是烏干達就拒絕了。烏干達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你們可以看啊，烏干達它的平均年 GDP 人均是1000美元左右，世界最窮國之一，竟然拒絕我入境，而且我有合法的簽證。好了，朋友們，我就是不妥協，而且我認為啊，這是一種腐敗。我認為啊，也許我是錯的啊，他們想讓我另外花錢，這錢也許進入他們海關人員的腰包了。這是我當時聽到的第一個想法，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也這樣想。因為之前我在網上做了功課，也聽說不少中國人、華人說進入比如說烏干達要給小費怎麼樣，我原來還不是特別的相信，我以為啊是中國人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種想法，或者是花錢消災這種想法。因為大多數中國人出國可能英文都不是特別溜，或者外語都不是特別溜，也生怕出什麼狀況，所以就花錢了。但是我是不同意、不支持這樣的做法。我想，只要我們有理，就應該據理力爭，對不對？而且我們中國人到很多國家要給小費，就是由於我們中國人這種想法慣出來的，不是烏干達一個國家問題。聽說去什麼泰國啊、菲律賓啊、越南等等持中國護照人入境都要給小費，這真的是我們中國人慣出來很不好的一個習慣。這樣的話養肥了很多其他外國人，所以我們就不能抱怨人家對我們中國人怎麼樣了、刁難了，是我們中國人我認為慣出了外國人啊。
好了，我們回到烏干達，我拒絕付款之後，他們真的拒絕我入境。然後呢，烏干達的有一個人呢，就把我自己提着我的行李啊，然後呢領回到肯尼亞這邊。肯尼亞這邊的工作人員，我覺得相對還是不錯的啊，給我辦理了重新入境肯尼亞的手續。然後呢，我就進入了肯尼亞這邊。還有一個小插曲，因為坐了很多小時的大巴，所以呢，我當時我內急，然後我就問應該是肯尼亞這邊的吧，工作人員，我說你們這裡有沒有廁所？然後他說有，但是呢，你需要付費。我當時我還不相信我的耳朵，因為在全世界所有國家，只要你在機場呀、海關呀、公共廁所，一般來說啊就不需要付費，對不对？但是呢，在肯尼亞他說需要付費，那我就問了，那需要好多錢呢？開始那個人說需要1000，我聽到之後1000晴天霹靂，你們知道嗎？1000相當於人民幣，如果是肯尼亞先令是多少錢呢？是50多塊錢。我相信每個人聽到這個時候都會大吃一驚，上個廁所要50多塊錢嗎？我又問了一下，是先令嗎？對方說不是啊，是烏干達的那個貨幣。我說我沒有烏干達的貨幣啊，我都沒有進入烏干達。然後他說，如果是當地的貨幣，那就20先令，20先令就少很多了。但即使這樣，20先令超過1塊錢也不便宜了，1塊多錢。因為在肯尼亞，你們知道吧？他們每個月，如果是他們有正常的工作的話，有全職工作的話，他們每個月大概是1000多人民幣。對，2件事屬於高薪了，中等偏上了。上次廁所就要1塊多，我不知道是不是針對我這個外國人，是不是刁難我。反正呢，我老老實實交了20先令，然後呢上了一個廁所，那個廁所就不用形容了啊。反正我見過所有這裡的所謂公共廁所，不是那種高端的地方啊，都是非常難以邁入那個腳步的啊。好了，那沒辦法，人內急也要解決嘛。然後呢，出來之後，我說那個凌晨3、4點鐘，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在你們海關這個地方，那我怎麼返回你們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呢？然後海關人員說這裡有巴士，你可以去搭。然後他就叫一個人帶我去所謂搭那個大巴的地方，我就提着我的行李。你們不知道啊，海關那個地方，那個條件有多差？大部分呢是那種泥土的，而且還有碎石。我提着一個我的那個行李箱，我還有一個背包，所以呢走路特別的艱難。那沒辦法，再難我也要挺過去。然後呢，我就拿着我的行李跟着那個所謂的工作人員。然後呢，工作人員在黑燈瞎火的地方，那個海關也沒有，出了外面就沒有燈光了，特別的黑。然後呢，我就跟着他走啊，大概走了500米之後，他又把我交給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個看去有點喝醉了一樣一個人，讓我感覺非常的不安全。但是沒辦法，在這情況下，你硬着頭皮也要堅持下去。然後他說跟我來，還講着那個酒話。我又提着我的行李，在這個黑燈瞎火的地方，在泥土的路，然後呢有碎石的地方，一直在往前走，大概也走了300、400米之後，他就說就是這輛大巴了。然後他就叫我給錢，我當然不給了。在這個情況下，我說我先確定是不是這大巴。然後這大巴裡面呢坐着那個司機，我就問他，還好這都是英語國家，所以交流沒有問題。我就問他，我說你這個車是不是去內羅畢的？他說是的。那你是不是司機？他說是的。然後我就放心了。然後呢，我就先提着我的行李先上了車。上了車之後，現在我就放心了，對不對？然後呢，我就問去內羅畢多少錢？他說1500，這個價格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比我預想的要低得多。因為呢，我從內羅畢往這個方向來的時候，我換了3500，是所謂 VIP 的座位，3500。你看去程，然後回程才1500，我心裡暗喜，我想便宜那麼多，我就交了1500塊
給對方，對方還寫了一個那個收據給我，然後呢我就坐下來了。這個時候呢，領我來的那個人他說請給我錢，我說什麼錢呀？因為我以為啊是他們海關人員和這個比如說公共巴士他們合作的，是為了照顧我們外國人的，哪知道並不是這麼回事。每個人反正都想從我們外国人身上呢扣錢出來，但這個時候本来我的心情已經壞到了極點，真的我特別的糟糕的心情，因為我被烏干達海關拒絕入境，我白白花我的錢，白白坐10幾個小時的大巴來這裡，對不對？現在我又白白的另外坐10幾個小時的大巴再返回肯尼亞首都內羅畢，所以我的心情當然是壞到了極點啊。這個時候他還想問我要錢，我就一口拒絕。當然我看着對方也是挺可憐的人，也是窮人，但這時候我真的沒有任何想給任何小費的那個想法了，我就拒絕了。後來對方看我沒有給小費的意思，也就罷了啊，作罷了，然後就很失望的下車了。這時候呢，我感到有點對不起他。當時我看了我的手機，已經是4點鐘了，然後我就問司機什麼時候開車，司機說大概還有半小時，那我就只能老老實實等啊等啊等啊。後來到了4點半過一點點，他確實開車了，開到下一站大概開了1個小時之後，有個站點，然後呢他就停下来了。停下來他硬是不開車，大概過了1個半小時，我真的很不耐煩了。但是在這時候你發火也沒用啊，对不對？他也不可能因為你一個人開車啊。我估想啊，當時因為那個車裡的人不多，也就是乘客不多，他可能是想多等幾個人，多撿幾個人再開車，這我可以理解。後來大概是差不多到6點多7點了啊，原來是天黑的，我們開車的時候，現在到7點已經天蠻亮了，然後他就慢悠悠的又開始了，這樣一直這樣走，然後路上我看了坑坑洼洼的，然後沿途我也看了一些風土人情啊，它的風景啊等等，有的地方還不錯，還挺漂亮的，但大部分呢我就覺得有點枯燥。然後看着他們本國人，也就是肯尼亞本國人，他們農村地区人，他們相对來說是比較貧窮的，然後呢兩邊非常多的垃圾。這個貧窮體現在比如說他們大部分人呢是靠走路，可能摩托車也買不起，大部分摩托車他們買來是做運輸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本國人沒有很多人有交通工具呀，交通工具就是靠11路公交車啊，就是靠2条腿走路。他们买摩托車就是为了打客。另外我发现他们的住房非常的簡陋，有多簡陋呢？就是用些木棍搭個什麼架子，然後呢用泥土把濕的泥土把它，中國有句俗語啊，叫爛泥扶不上牆，對不對？看見了我就想起了這個成語，在肯尼亞這裡的農村就是用一些棍子啊橫豎這樣子搭個架子，用泥土把它糊上去，這就是他們所謂的牆，這樣四面糊起來變成了4面牆，對不對？然後呢他們的那個屋頂，也就是所謂的瓦，就是用鐵皮，這樣就變成了蓋一棟房子了，變成了農村的別墅了。所以啊，對比我們，至少我們廣西那邊啊，還有全國很多省市吧，都是鋼筋混凝土的樓房。我們廣西一般都是建2到4層的啊，這正常情況。他們這邊就是用木棍把它做一個架子，然後呢用這泥土啊把它糊上牆，然後鐵皮屋，建築成本相當於我們中國的5%左右。我覺得如果是中國人啊，要像肯尼亞這樣建房真是輕而易舉。可以說在中國我覺得牛舍啊豬圈啊可能都比他們這邊要好。還有我觀察到的現象就是他們農村除了主路之外是柏油路水泥路，其他的都是那個泥土路，而且他們這邊泥土啊是粘性比較大的。如果是下雨，特別下大雨的時候，他們的行路難有多難，他們出門有多難。我就想起了我小時候，我們小時候像我們山區也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當時的中國很窮，所以啊，出門特別是下雨的時候，在農村是非常非常頭疼的。如果是你有那個自行車、有單車，它有擋雨板，對不對？出門的時候印象特別深刻，那個擋雨板和輪胎之間啊是有非常多那個泥巴的，弄得你啊根本就不能往前骑那個自行車了。所以呢，又用那個木棍、那個树枝把那個泥把它一點一點的把它摳下来，這就是我小時的印象。我相信啊，在肯尼亞，如果是下雨的話，他們今天同樣也像我們中國，比如說70年代、80年代這樣。當然，現在比如說在肯尼亞首都啊，有很多的汽車，也有一些高楼，对吧？也有那個什麼手機。從這方面來說，肯定是超過中國了。但是我覺得他們全國，我是目測啊，是走馬觀花。畢竟我來肯尼亞只有10來天，我覺得他們整個國家發展水平相當於中國大概90年代初一樣。我認為啊，有些方面可能相當於中国80年代，但總體來說就相當於中國90年代的水平，也就是他们的發展水平與中國有30到35年的差距。但是中國有全產業鏈，有完整的工業，對吧？但是肯尼亞沒有啊，所以我認為啊，如果說30年的差距還是小了，應該從工業這個角度來說，可能與中國的發展要相差可能40年、50年左右。當然，我這個看法可能不成熟啊，在這裡長期打拼的朋友們可能更有發言權。好了，朋友們。今天咱們本期最主要的話題，我是想講，就是我這次呢雖然辦理了東非3國這個通用簽證，通用肯尼亞、烏干達以及盧旺達，但是我試圖搭那個長途大巴，我想去那個烏干達，就被烏干達他們海關拒絕入境。所以這件事情呢，我想跟大家說一說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在肯尼亞或者在東非這邊打拼的人想到那個烏干達那邊也有我一樣的遭遇，請大家在留言區給大家說說。好的，你們覺得這是不是肯尼亞那個海關他們特別的腐敗，想另外訛詐我的錢呢？好的，你們怎麼看？那今天的話題就到這裡，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